Hello，我是奥古。有哪些 UE5 开发的游戏是值得一看的呢？以下我推荐11款。Immortals of Avian 亘古魔战，根据官方消息，是首款使用 Unreal Engine 5.1 推出的 3A 游戏，讲述主角贾克加入战斗魔法组织并解救世界的故事。游戏以第一人称进行，使用各类发射魔法，包含25种魔咒跟80种天赋。游戏节奏相当爽快。该游戏的创意总监 Brad Robbins 过去带领开发过《绝命异次元》跟《决胜时刻》，很快就会在7月20日发布。PS5、Xbox X、PC 都玩得到。跟其他大部分使用 UE5 开发的游戏比起来，这款开发的速度非常快，我肯定是会买来玩的。Is over. As in he takes over Lucium? As in he takes over everything. There's a name for what you are. A Magnus. I want to be an immortal. I want to fight this war as one of you, one of the elite. I believe in you. She definitely thinks you're going to die. That's why her face looks like that. Get position! Sigils up! Let's move! You walk towards your doom. Doom and I are old friends. Your sigil will help you focus your magic. Prevent it from killing you. I found a child whose new powers could make them a threat to the kingdom I protect. The choice was to either kill you or turn you into a weapon against Rasharn. Back up. Option A was to kill me? Lords of the Fallen 这款类魂游戏重新启动后回归，前作还是在2014年发布的，这次剧情设定在1代的1000年后，游戏地图将比前作大5倍以上。作为传说中的黑暗十字军，玩家会穿梭在生者与死者的领域，谱写自己的故事。游戏里有100多种武器可供选择，职业也多达9种，也可以邀请好友进来一起游玩，但也可能会遭受路过玩家的攻击，喜爱魂系的玩家千万不能错过。For some forces, even death cannot end. But now, eons later, the fallen god's influence pervades the world again, corrupting even sworn enemies. Join his accursed lords of the fallen and damn humanity to a new age of devastation. Though from these darkest days, new heroes arise. To defy the gods, one must embrace the darkness.
wish list now. The Day Before， 玩家们期待多年的丧尸末日生存游戏将会以 MMO 的模式来体验这个开放世界。虽然卷入抄袭跟商标纠纷，发售日期也一延再延，但开发已4年的这款游戏还是有很多玩家期待。原定于2023年3月1号发布，可是目前延后10个月发售。Looted 又是一款末日生存游戏，比起上一款 Looted 单纯很多。玩家将在细菌战爆发而崩溃的末日世界中求生，并跟你的朋友在游戏里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基地。不但要架设电力设备，也要确保食物供应跟提高基地的防御力。尽管现有的影片看起来充满了末日孤独感，不过官方表示这是一个连线游戏，跟朋友游玩时将会多一个新选择。And check stocks. You can proceed to go to work, school, and shops around your block. It is crucial to have your ID card with you at all times in case of control. For safety reasons, the Army has deployed autonomous civilian security robots. They are here to protect you. Field Experts 幕后高手，韩国 Nexon 制作的射击对战游戏，主打5对5的战术攻坚游戏玩法。每个角色都有其特殊的技能，加上跑酷般的移动能力，也许会成为玩家们的新选择。不过前提是不能有 Pay to Win 的设计，是个值得期待看看的游戏。Am I the only one seeing them over there? Let's wipe them out! Our seed is being planted. And I see an enemy. Hope they haven't seen me. Time for a mad party! Time to crush them all.
黑神话：悟空。早期就投入 UE5 研发的黑神话：悟空，影片刚释出就造成很大的回响。开发商表示他们的计划是制作3部曲，野心很大，但发售日期还未定。他们的早期投入也大大影响了市场，让玩家们开始期待用 UE5 引擎制作的 3A 大作，期盼他们再次透露新的游戏内容。烟云16声，游戏故事发生在5代十国与宋代的交替之时。比起《西游记》的老题材，这个中国工作室肯定在故事设定上有更大的创意，内容包含武侠世界该有的各种元素。我个人认为这一波中国产的 UE5 单机游戏是中国游戏开发商重新走回正道的迹象，值得鼓励，但又掺杂着些许担忧。因为仔细查下去会发现这游戏是网易投资的工作室所开发的。总而言之，我等着他们发布的那一天。你好呀。
白面千象又一款武侠开放世界游戏，看起来甚至还会在 PS5 上发售。 UI 看起来非常简约，打击感也相当不错，搞不好是武侠风的类魂游戏。如同字面上的白面千象，玩家可以切换不一样的武器，用出不同风格的武术。只要战斗设计的多元，剧情又能写得好，相信不会卖得太差。只要我心不散，大唐就不会亡。那就再唱下去吧。到底是人活进了戏里，还是戏本就因人而在？为何执意要起兵戈之火？这把剑，我本不想沾血。且让你们体会杀戮之苦。你来了。戏还没演完吗？唐已经灭了。天下易主，救星不存，你还能为何而战？大唐之命系于4年，人在则唐不灭。天下是苍生的天下，梁还是唐，这2个字重要吗？大唐福泽万年，逆贼杀戮无道，如何相提并论？一将功成万骨枯，总有人要在阴影里背负罪孽。你那戏里的唐，
真是你心中所念的唐吗？戏仍未终了，而戏中之人早已不止你我。代号至金庸。这款游戏是腾讯开发的武侠开放世界，游戏影片看起来很惊艳，不过这款游戏却有手游跟网络游戏的标签，实在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仔细想想，这种做法也的确很符合腾讯的作风。虽然是 UE5 开发，又有金庸这个大 IP 罩着，却是这3款武侠游戏中我最不看好的一个。也许金庸笔下的人物还是活在我们的回忆里比较好。
Instinction 里玩家扮演的角色将穿越回恐龙世界探险，有解谜、生存跟射击的要素。游戏开发团队是使用超过10年虚幻引擎的老手，预计在各平台都会发布。游戏品质也应该会有相当保证，不知道在 UE5 引擎的加持下，这个恐龙世界是不是可以颠覆我们的想象。另外，这游戏主角是女主，也一定会有各种 mod， 各位玩家可以开始期待怎么恶搞了。I found them. After all this death, if you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Dune Awakening 沙丘的世界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如果还不熟悉的人，我建议可以去看他的电影。虽然沙丘是一个迷人的科幻故事，但开发商想要把它变成 MMORPG 还是让很多西方玩家反感。 Dune Awakening 已确定会登陆 PS5、Xbox 跟 PC 平台。我们可以看到 UE5 不但让单机游戏进化，也让 MMO 的世界多了一份可能性。你问我怎么想，我向来是站在单机游戏这边的。You do all of these things in my dream, Sleeper. I am terrified of what happens when you awaken. « 这11款 UE5 的游戏是我未来会观察的重点。我相信我们即将跨越到好游戏爆发的年代。你期待哪一款 UE5 开发的游戏呢？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是傲骨，下次见。